小时候的我们都有一个江湖梦，对吧？一个快意恩仇的世界，里面全是侠客与恶徒。可长大后才发现，所谓的江湖根本不是你想的那个样子，没有绝对的侠，也没有绝对的恶。更多时候，站在你面前的是人性中说不清道不明的灰色地带。你以为看不见它，它却早就在悄悄影响你的人生。而今天，我想通过以下6点告诉你，只有看透这些灰色，才能真正立于不败之地。1. 成功与人性的底层逻辑。我们总说，成功的人背后都有故事，可你真的知道这些故事吗？我们先来聊一个很经典的例子，爱迪生。是的，他是著名的发明大王，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，他的发明王国里有很多专利并不是他自己创造的，而是买来的，甚至有些是抢来的。他和特斯拉的恩怨你听说过吧？为了让自己直流电的技术取胜，他不惜诋毁对手，用各种肮脏手段打压特斯拉。你觉得这不道德？可事实证明他赢了。商业的本质是什么？你不一定要做最好的发明家，但你得是最好的赢家。所以那些创业失败的人，不是因为他们不够努力，而是他们太干净，总想按照所谓的良心去做事。可这个世界偏偏不奖励干净的人，而奖励懂得规则、懂得妥协的人。你以为道德是王道，其实生存才是底层逻辑。2. 身边的人性有多可怕？我们再来说一个真实的故事，发生在四川。12年里，一对夫妻的4个孩子接连去世，家破人亡。凶手是谁？竟然是他们的嫂子。为什么？因为嫂子嫉妒他们一直生儿子，而他却只能生女儿。于是他用最恶毒的方式，把所有的恨发泄在了无辜的孩子身上。你看，这才是人性。当一个人心中嫉妒之火熊熊燃烧时，他们什么事都做得出来。再想想你身边的人，你考上了好大学，找到了好工作，升了职，买了房，朋友圈一发消息，大家嘴上恭喜你，心里真的高兴吗？不，很多人心里在想，凭什么不是我？甚至有些人会默默盼着你出点事，心里才能平衡。这就是现实，人性从来不是黑白分明的，更不是纯善的。你以为别人会真心希望你好，那只是你自己的幻想。3. 恐惧，人性最大的破绽。但有人却能看透这一切，利用人性逆风翻盘。比如民国时期上海滩的大佬杜月笙，他刚到上海滩的时候只是个穷小子。一次他亲眼看见劫匪抢劫街头商铺，其他人吓得躲得远远的，可他单枪匹马追了上去，竟然成功追回了钱。为什么他敢这么做？因为他发现劫匪虽然凶狠，但其实很怕被抓。他看穿了劫匪的恐惧，反而比对方更大胆。后来杜月笙总结过一句话，所有人都有弱点，而最大的弱点就是恐惧，懂得利用恐惧的人总是占上风。职场上、商场上都是如此。那些大佬看似强大，其实他们怕得要命，他们怕失去地位，怕被取代。而你要做的就是抓住他们的怕，而不是让自己的怕控制你。4. 借钱，最能暴露人性的镜子。接下来说说你我都会遇到的一个场景，借钱。亲戚朋友借钱，是不是总让人头大？借的时候各种低声下气，甚至是跪地求你，可一旦钱到手，他们的态度立刻变了。你问什么时候能还，他们不是推脱就是装聋作哑，好像欠钱的人反而有了优越感。这种事你是不是经历过？人性最恶心的一面就在这，他们不感谢你，而是觉得你欠他们的。如果你催得紧了，他们还会反过来指责你，至于吗？不就是点钱吗？你这么小气。一个成熟的人早就明白一件事，借钱之前就要做好心理准备，这钱很可能是给的，不是借的，否则失去的不只是钱，还有关系。5. 骗局，人性最大漏洞的利用。再来说骗局，你是不是觉得
只有那些贪婪或者愚蠢的人才会上当。错，事实上，骗子抓的不是傻，而是人的急，想发财的急，想脱困的急。比如那些投资骗局，零成本、高回报，打的就是一想快速赚钱的心理。再比如感情骗局，我爱你一辈子，说的就是那些孤独人的软肋。而真正不容易被骗的人是什么样的？是那些有耐心、懂得冷静分析的人。他们会假设每个人的每句话背后都有目的，不轻气，不着急，凡事三思。一个真正成熟的人是学会慢下来，审视每一步的。6. 如何看透人性，立于不败。到这里，你是不是有点明白了？世界上最大的挑战不是战胜对手，而是看透人性。那么你可以做到3件事。第一，不要高估人性。不是所有人都善良，也不是所有人都希望你好。第二，学会利用人性。恐惧、嫉妒、贪婪，这些都是破绽，而你要懂得用规则去制衡它。第三，保护自己的底线。人性有阴暗面，但你永远要保留属于自己的光亮，别因为看清黑暗就成为黑暗。最后送你们一句话：看透不等于看清，认清不等于冷血。人性复杂，有光明也有阴暗，而你能不能成功，就看你能不能驾驭它，而不是被它驾驭。朋友们，学会用人性的天眼看世界，你会发现，原来江湖不可怕，可怕的是你一直活在假象里。希望今天的分享能让你在复杂的世界里多一份清醒和力量。